记得要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跟 IG， 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哦。伦敦是英国的首都，也是最大的都市，当然也是有很多热门的景点啦。今天的影片帮大家统整了63个分布在伦敦市区跟近郊的景点，每天的行程安排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实力跟时间、金钱做取舍。感兴趣的话就一起看下去吧。第一天搭飞机抵达英国最大的国际机场伦敦希斯洛机场，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，也累了就休息一下，隔天再开始行程咯。第二天的行程开始之前，记得一定要先买一张牡蛎卡，车资会比买纸本的车票更划算。另外也推荐大家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做 City Mapper， 是一个很方便很好用的导航工具。大家也可以斟酌购买 London Pass， 可以使用在超多伦敦的景点，也有观光巴士跟观光船的优惠。这边列出的是一些可以使用的重要景点。第二天，我们在伦敦市区搭乘地铁就可以到这些景点。首先来到伦敦国王十字车站，只要你有看过哈利波特，就一定知道9又3/4的月台，这里是电影拍摄的场景。你也可以搭到霍格华兹特快列车，站内有超多的哈利波特周边可以买。在国王十字车站的附近有一个新的购物商圈，叫做蟹煤场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在以前的煤矿汇集站。现在这里有很多的餐厅啊、手工艺品，还会不定时的举办特展跟摄影展。建筑保留了红砖瓦，有浓厚的工业风格。肯顿市集有丰富的商品，像是生活用品、古董、艺术品、二手商品等等，还有很多的异国料理、小吃，融合了各种文化，值得一逛。伦敦动物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园，一开始里面的动物是科学家用来研究用的，后来才对外开放。动物的种类有很多种，而且可以跟动物近距离互动，超适合大人小孩一起来玩。摄政公园是伦敦市中心第2大的皇家公园，这边种了很多的玫瑰花，园区里面有充满了花香。北侧的樱草花山可以欣赏伦敦夜景。另外，福尔摩斯纪念馆有根据记载打造出福尔摩斯的家，里面有福尔摩斯跟华生的房间跟客厅等等。1楼的纪念品商店，不进去纪念馆也可以来这边逛逛哦。来到第3天的行程，一起看看接下来去哪些地方吧。杜莎夫人蜡像馆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分馆，里面有许多的英国王室跟明星的蜡像，你可以跟这些蜡像合照，逼真的程度就像见到本人，也有互动区可以体验。海德公园它是伦敦最大的皇家花园，里面有户外演讲区，叫做演说者之角，是开放给大众，可以在这边发表演说。冬天的时候还会举办冬季嘉年华跟伦敦最大的圣诞市集。肯辛顿公园就在海德公园的旁边，里面最知名的就是肯辛顿宫。肯辛顿宫可以买票进去参观，现在是威尔士亲王等王室成员住的地方。来到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，除了看表演之外，你也可以进去参观，里面呈现的历史啊、建筑设计都很值得一看，也有机会看到在这边准备演出的表演者。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有4大展区，可以看到恐龙、大型哺乳动物、爬虫类跟海洋生物、植物等等。户外也有花园跟达尔文中心。第4天安排了参观博物馆跟逛街血拼的行程。白金汉宫是国王住的地方，你会看到经典的马车、汽车等等，还有女王殿下的房间可以参观。沿着宫殿外面的花园走，就可以看到壮丽的风景。科学博物馆展出的主题是科学与发明，包括了蒸汽火车、太空火箭、老式汽车与飞机等等，介绍了各种科学技术跟发展史，内容非常详细，喜欢科学的人一定要来看看。哈洛德百货公司，这个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百货，里面的装潢金碧辉煌，尤其是埃及区，充满了满满的法老、人面狮身等等的元素，里面卖的商品都是高档路线，价格不菲。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主要展出精彩的画作跟雕塑收藏，还有丰富的服装跟珠宝，馆藏充满了各种艺术设计。皮卡迪利广场，这个是伦敦市区最热门的购物中心，聚集了欧洲各大精品品牌，街道上还有18世纪的建筑风格，好逛又好拍。来到第5天，今天要去大英博物馆跟苏荷区逛逛。
大英博物馆是一个世界上第一座而且规模最大的博物馆，里面展出超多的考古文物，门票还是免费的，超推荐大家前往。伦敦的唐人街聚集了各式的亚洲餐馆、摊贩、商家跟超市，可以找到很多的亚洲食材跟调味料，是非常多亚洲留学生可以找到家乡味的地方。巧克力世界全世界只有6间有贩售巧克力的周边商品，你还可以客制化巧克力豆，可以印上照片、文字跟图案，当天就可以取货，非常适合当纪念品。苏荷区位在伦敦西区的心脏地带，交通非常方便，聚集了超多的主要街道，像是牛津街摄政街、莱斯特广场和查令十字街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购物区。西区剧院，它是一个伦敦剧院的聚集地，有数十间的剧场，一定要挑一间去观赏伦敦的音乐剧，经典的像是歌剧魅影悲惨世界跟狮子王等等，几乎每天都有演出。科芬园，它是一个充满欧式风情的街景，有很多知名品牌聚集，各式各样的商店、餐厅林立，也是购物逛街的好地方。来到第6天咯，今天会去很多个伦敦超知名的景点走走。国家美术馆收集了从13世纪到19世纪总共2300多件的作品，像是梵谷、莫内或是达文西等等知名画家的画作。特拉法加广场是一个伦敦的精神象征，每年圣诞节或是跨年等等的重要节庆的时候，市民都会聚集在这边狂欢，也是一个聚集抗议、示威游行的场地。泰特不列颠是一个可以免费参观的艺术馆，里面有横跨西元1500年到现在的知名画作跟艺术品，部分是需要付费的展览，也是很值得一看。西敏寺被称为是伦敦必去的教堂，是英国皇室举办重要典礼的地方，也有很多英国贵族跟伟人葬在这里，其中像是诗人角就安葬了许多知名文学家，建议大家可以租借语音导览来参观，更能清楚了解里面的各个区域。大笨钟是建于1859年的哥德式建筑钟楼，有4个面向不同方面的大钟面。如果你想要进去参观的话，要去官网报名导览行程，会有导览员讲解历史，并且登上大笨钟的顶端，但里面要爬344层阶梯，这个就要依照自己的体力看要不要参加咯。伦敦眼它是世界最大的悬臂式景观摩天轮，转一圈大约是30分钟，每个角度都可以欣赏到伦敦的天际线，特别推荐在黄昏的时候去搭乘，夕阳美景真的超级浪漫。第7天的行程也都是搭乘地铁就可以轻松到达的景点。圣保罗教堂有被选入欧洲10大必去的宏伟教堂，巨大的圆顶是它的特色，是巴洛克建筑风格，可以参观1楼教堂、地下墓室、圆顶跟石回廊、金回廊等等。空中花园它是一个免费的景观台，需要先预约，楼高有1600公尺，视野非常好，可以俯瞰伦敦的景色，上面也有餐厅、酒吧、礼品店跟咖啡店，很适合在这里放松休息一下。另外，利德赫市场也在附近，是伦敦最古老的市场之一。哈利波特电影也曾经在这边取景。这边有餐厅、时装香氛品牌等等，但商店数量不多，主要推荐大家来这边拍拍照，欣赏古典华丽的建筑。伦敦塔是一座城堡，历史很悠久，曾经是英国国王居住的宫殿，有一段时期也是监狱，所以里面可以看到受刑的现场跟刑具。然后里面最主要的建筑是广场中央的白塔，展出很多中古世纪的盔甲、武器，还有宝石塔，展出的是皇室的皇冠、权杖跟珠宝等等。伦敦塔桥是一个伦敦的代表性地标，塔桥中有设置博物馆，展示建造的历史照片、使用的工具等等，也可以俯瞰整个泰晤士河的美景。第8天的行程是玩伦敦市区的最后一天。泰晤士河游船可以一路欣赏到大笨钟、伦敦眼跟伦敦塔桥的风景，可以到西敏寺码头、伦敦眼码头、伦敦塔码头或是格林威治码头搭船，船上还有设置吧台，可以买到三明治、饮料、红酒跟啤酒。菠萝市场是伦敦规模最大、历史最久的食品市场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品。这个市场我觉得整理得很干净，商店也都有活泼的设计，可以吃到很多平价的异国特色小吃。
附近还有一个碎片塔，碎片塔它是欧洲最高的摩天大楼，有360度的全景观台，需要先预约才可以上去，有分成室内跟室外的空间，也有设吧台，可以点个饮料啊，欣赏风景。千禧桥是为了迎接千禧年而建造的，桥长有325米，只有提供给行人行走，是第一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新桥。泰特现代艺术馆有7万件从16世纪到现代的艺术品，包括英国古典肖像画、风景画跟浪漫主义绘画等等，也有当代英国艺术家的作品。第9天，我们要搭乘火车前往伦敦的郊区啦。第一站，柏林海崖，有悬崖的壮丽景色，可以俯瞰英吉利海峡。你也可以沿着海岸小径散步。这边还有一个地标，叫做7姐妹峰，是一条白色断崖。布莱顿海洋生物馆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水族馆，这边有超过3000个海洋物种，还有全英国最长的海底隧道，可以看到鲨鱼从头上游过。布莱顿码头有娱乐中心，还有游乐园设施，也有经典的海岸小吃，适合一家大小来这边走走。丘吉尔广场有多达80家商店，也有露天的摊位，包括高级时尚品牌跟折扣商店、餐厅跟小吃，是一个复合式的购物商场。英国航空 I360 是一座瞭望塔，高度有162米，有 Sky Bar 可以观看360度的全景。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的所在地，你可以站在子午线上，一脚在东半球，一脚在西半球。这里也有展出天文学家的故事，还有像是大赤道望远镜、哈里森钟表等等的景点。IFS 云端缆车是英国第一条的城市缆车，高度达90米，不管是白天啊或是晚上，都可以看到伦敦天际线的风景。第10天，安排前往剑桥跟牛津地区，探访英国2大名校跟购物村。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礼拜堂是哥德式建筑，里面有满满的精致细节，彩绘的玻璃窗会随着阳光的变化有不同的光影。这里也因为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。你也可以搭船游览剑桥大学，船夫他会以竹竿推动小船，顺着河流会看到叹息桥、礼拜堂等等。这边建议下午的时候来搭船，风景最好。圣体钟是一个大型的雕塑时钟，上面没有指针跟数字，大钟上的蚱蜢会来回摆动，带动 LED 发光来显示时间。数学桥是运用几何概念，用直线构建，呈现出曲线桥身，只能远远的欣赏，无法近距离参观。三一学院是剑桥大学规模最大的学院之一，著名的校友包括牛顿、维根斯坦，还有许多王室成员，至今也累积了数十个诺贝尔奖得主。大门的旁边有一棵苹果树，也被叫做牛顿树，是从牛顿的故乡移植过来的。牛津大学是世界大学排名前5的学校，也是英语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大学。其中，基督教堂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大的学院之一，同时也是一个宗教场所。里面的知名建筑，像是汤姆塔、汤姆四合院、大食堂等等，都有在《哈利波特》跟《金罗盘》等等的电影中出现，也吸引很多游客前来参观。是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分馆，优美的巴洛克式建筑，也是最常被放到明信片上的代表性建筑之一。比斯特购物村是英国最知名、品牌也最齐全的购物村，一年四季都有折扣，精品品牌价格也亲民许多，是亚洲游客必须要来血拼的圣地，也是采买道地伴手礼跟纪念品的最佳地点。来到第11天，也是英国行最后一天，会到知名的温莎城堡、巨石阵以及巴斯地区走走。温莎城堡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，现在仍然是英国王室的行政官邸。城堡内部有王室的会议室、寝室等等，其中的圣乔治教堂是一个很壮丽的哥德式建筑，很多英国皇室的婚礼也都在这边举行。巨石阵是英国最著名史前建筑的遗迹，巨大的石阵环状排列，屹立在旷野之中。它的建造起因跟方法，至今都还是一个不解之谜。普尔特尼桥连接了亚方河的两岸，桥上有一些咖啡厅跟小店家，可以在这边喝咖啡，或是在亚方河上游船。
巴斯修道院教堂是英国西部最大的哥德式建筑，教堂里面有1200个座位，不定时会有一些合唱团的演奏。罗马浴场是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罗马遗迹，到现在都还有天然涌泉。这个泉水不只可以泡，也可以喝。你还可以参观罗马浴场博物馆，有介绍罗马人的泡澡文化跟信仰。圆形广场分为等长的3段，是一个圆形的空间，周围环绕巨大的街屋，每环都有不同的柱子样式，上面还有525个图案的装置艺术。皇家新月楼由30间房子相连而成，跟圆形广场分别是太阳跟月亮的设计概念。这边大多是私人的住宅，其中在皇家新月楼1号是一间博物馆。皇家新月楼1号博物馆里面展示的是18世纪英国贵族的生活，可以了解到乔治亚时期的上流社会生活。馆内展示的家具、居家用品都很还原当时的样子，还设有12个主题房间可以参观，包括会客室啊、教育厅等等。来到最后一天了，回到伦敦希斯洛机场就要搭飞机回家啦。这次跟大家介绍了63个景点，看完影片，你最想去的景点是哪一个呢？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